庆功宴上，沈燕霄的女兄弟跨坐在他小腹上，动情的嘴对嘴动着情。与我四目相对时，他无所谓的摊了摊手。与阿燕同吃同住了2年之久，我连他屁股上有几颗痣都知道。要有什么早有了，还轮得到你现在来捉奸？沈燕霄的兄弟们也都护在他身前。京中小姐哪里见过血，怎会懂我们刀口过命的交情？你不就是嫉妒他能陪在沈燕霄身边吗？怪就怪你，来将军府也不提前通知一声，真让兄弟们扫兴。你要是真的为他好，就应该离他远一点。本是你不对，给兄弟们赔个不是，否则我们的过去便不作数了。看着能让我没了命的烈酒，我含笑捧出了沈燕霄教我保管的钥匙与账簿，那便不作数了。转身，我入宫向圣上求了赐婚，他们皆以为我不过是得不到沈燕霄的心，要将人强占了去。沈燕霄信誓旦旦威胁我，赐婚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有2点你必须遵守。第一，我答应闲云同他守孝3年，大婚须得1年后。第二，你伤了闲云名声，我要对他负责，便让他与你同日进府，无分大小。我含笑应下。好。沈燕小得意非常，直到圣旨赐下，赫然在上的名字却不是他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怎么了？小姐，好消息！沈将军今日班师回朝了，大军已经进了城门。 2年了，他终于平安回来了。赵小姐，我们将军从漠北给您带的礼物。这是何意？将军让小的转告赵小姐，做人当如9天自由的凤，而不是笼中短浅的雀。9天的凤，我倒要看看他在哪片9天上飞。翠竹，拿着他，我们去将军府。什么人？将军府今日设宴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放肆！这是你们未来的将军夫人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！让开！没意思，没意思。虽然阿燕包住了我整张嘴，酒水一滴没漏，可我还是不认输。她赢在唇厚喉咙粗，胜之不武。我认输，酒我喝，满意吗？将军跟前，宋小将何时输过？就说上次，宋小将一句将军的骏马闪电他骑得顺手，将军便是找着借口也要输给他。还有京城里送去的药材与衣物，都是紧着宋小将先挑，自己甘愿用他剩下的。赵小姐听到了，雪堂是阿燕输给我的，可别吃没用的干醋哦。你们京城里的闺秀闲得无事生非，最爱在男人身上找存在感了，希望你不一样。雪堂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来的不是时候，恰好看到你被咬破了嘴皮。雪堂，你听我解释。来了来了，京中小姐拈酸吃醋没事找事那一套又来了。我就说吧，我这样的性格就不适合跟你回京。阿燕非要死皮赖脸求我来，这下好了，冤死我算了。我和阿燕同吃同住了2年，连她屁股上3颗梅花痣在哪个位置都一清二楚。我们要有什么早就有了，轮得到你今天拿个赌约来捉奸？闲得没事就躲回后院里多绣几红盖头，以后保准用得着。他只是我的好兄弟，贤英在军营里长大的，性子就是这般狂放自如，与京中满肚子弯弯绕软的娇小姐们不一样。雪堂，你母亲也是女将军，你当懂她的，不会误解她的，对吗？啊，你母亲是女将军啊？该说不说，从你身上看不出来一点，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娇小姐吧。
争风吃醋、无理取闹、耍脾气，还娇滴滴的，看起来玩不起的样子。阿燕，你身经百战，识人无数，怎么偏偏看不透这些京中闺秀？赵小姐看着端庄体面，却连一点场面气度都没有，只会争风吃醋，日后如何撑得起将军府主母的身份？看看，到底是娇娇儿，我2句玩笑话就气得脸发白了。唉，真是比不上军营里的兄弟们自在。正因我母亲也是女将军，所以我从不知道，身为女将便可以不顾礼节，不分分寸，在众人面前如此放肆张扬。当众这般不顾礼仪，实在有失体面，好不知羞。哦，也许女将军和女小将本就不同。我母亲一生端庄得体，受人敬仰钦佩，是名垂青史的巾帼英雄。宋小将的功绩呢？不会只靠攀附亲近，博取偏宠吧？说实话，幸好你一向张扬无忌，世人总对这般自义之人多几分宽容。若是换作旁人，这般不分场合、不懂分寸，只会被人嘲笑粗鄙无礼、不伦不量。除了攀附讨好，再无半分真本事。我年少时在军营里待过，说话糙了些，只是开个玩笑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大圣头插彩凤能72变，我便为弦音兄弟插上凤凰羽，希望这羽毛能让你分清男女有别，别再把不知廉耻当豪爽，把依附他人当本事。也祝你早日修成正果，不用再顶着兄弟的名号做着越界的勾当。沈燕霄，2年兄弟过命的交情，你就容着他这么欺负我是吧？京中的娇小姐连血都没见过，如何能理解我们刀口过命的交情？也罢，手足之情断在将军大婚那日，也算这辈子无憾了。将军府的下人该换一轮了，连个女子都拦不住，如何能护住将军府的安全？该走的是我今晚连夜回西北，不碍别人的眼。怪就怪某些人来将军府也不提前通知一声，毫无廉耻的把将军府当作自己后院，砸了我们的庆功宴，真让兄弟们扫兴。本是你不对，给兄弟们赔个不是。我幼时身子不好，汤药喝了不少，一辈子碰不得酒，便是花雕蟹吃过一次，都差点要了命。还是沈燕霄守了我1天1夜，赌咒发誓，谁再让我碰酒，就跟谁拼命。看着能让我致命的烈酒，我知道我的身子与我这个人都不在沈燕苏的心里了。没办法，遇到了烂人，像你们打仗一样，碰上什么对手，用上什么强度。军师带兵多年，该懂这个道理吧？赵小姐出自名门望族，饱读诗书，怎可说出如此粗鄙不堪的话？今日贸然闯入，是我的错。还了你这些，将军府，我便不会再踏足半步。不过道个歉而已，我便不用左右为难了。你宁愿交出管家之权威胁我，也不肯低头。将军刚回京，就因兄弟们被撂了面子，这将军府日后是来不得了。自古忠义两难全，做兄弟的能两肋插刀，更遑论退让这一步。我明日退回西北便是。我道歉，好了吧？不许！薛堂，今日你若不道歉，我们的从前便不作数了。5岁时，他依附我舅父，同我父亲一起战死沙场，是我们跪在棺椁前互相陪伴着度过的。7岁时，我染了天花，命悬一线，他也不顾生死，守在院子里陪了我整整7日。18岁时，他知男女之情了，郑重其事求我，不能眼里有别人，只能有他。19岁出征，你说等你回来，要用一身荣光为我披上10里红妆，那便不作数了。永宁侯之女赵雪堂，深夜求见圣上，有万分紧急要事相奏。是。薛堂丫头，深夜入宫，所谓何事？可是沈家那小子欺负你了？臣女赵雪堂恳请上为臣女做主。说吧。只要朕能做到的，一定为你做主。臣女与沈燕霄将军青梅竹马12载，婚约人尽皆知。然今日沈将军凯旋，
待回忆红颜知己，当众与臣女划清界限，言及过往，皆不作诉。竟有此事！沈燕霄好大的胆子！沈将军与臣女情缘已尽，臣女不敢强求，只是赵家女儿不能受此羞辱，沦为京城笑柄。臣女今日前来，并非求圣上降罪沈将军。那你所求为何？臣女恳请圣上为臣女另择良配，下旨赐婚。你想嫁给谁？三皇子谢峰回。这丫头不是在赌气，而是在布局。她舍弃了沈燕霄的军功，却选择了一个看似无用的皇子，有意思。你可想清楚了，婚姻大事并非儿戏。谢峰回他并非良配的首选。臣女心意已决，此生非三皇子不嫁，求圣上成全。也罢，既然你已想好，朕便成全你。传朕旨意，拟旨。是。赐婚永宁侯之女赵氏雪堂与三皇子谢峰回。赵小姐，三殿下，宫里的旨意，想必赵小姐也接到了。不知小姐邀我前来，有何指教？指教不敢当，我只是想告诉殿下，这场婚事不是心血来潮，也不是赌气报复，而是一场交易。哦，交易，愿闻其详。我需要一个身份，一个能让我摆脱沈燕薄，并能与他站在对等位置上的身份。皇子妃是最好的选择。京中皇子并非只有我一人，大皇子势大，二皇子有母妃相助，为何偏偏是我这个无权无势、最不起眼的人？正因为殿下看起来无权无势，大皇子野心勃勃，二皇子心胸狭隘，与他们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。而殿下看似无所求，实则将自己保护得最好。殿下所缺的是一个契机，一股能将你推上盘桌的力量。而我，或者说我身后的永宁侯府以及我母亲留下的旧部，可以成为殿下的这股力量。赵小姐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我说了，一个身份，一个庇护，以及在我需要的时候，殿下能站在我这边。我们是盟友，婚书是盟约。赵小姐快人快语，可你如何确定我不是真的与世无争，对那把椅子毫无兴趣？一个真正与世无争的人，不会在听到赐婚旨意后如此平静，更不会独自前来赴我这个陌生人的约。殿下，你我都是聪明人，不必试探。好，这桩交易我应下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是盟友，以茶代酒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算了，雪堂这些年太顺累，是该磨磨性子了。他从小眼中只有我，不过是闹脾气。等他想通了，给弦音赔个不是，这将军府和我不都还是他的？阿燕，给你一副胃口肉，我看就你咬的那块最香。弦音无依无靠，我总要护着他。我把正妻之位留给了雪堂，他怎就想不通？罢了，回头哄哄便是。禀父皇，沈燕霄行事荒唐，罪证皆在此，请父皇过目。参见陛下。雪堂，你可想好了？傻孩子，天下男子都那样，你不吃情爱的苦，便能享无人能及的福，如哀家一般，受万人跪拜敬仰的苦，岂不美哉？臣女恳请陛下赐婚。赵雪堂，你想好了？朕要赐婚的人是三皇子谢峰回。父皇，峰回，你
可有话说？儿臣愿为父皇分忧。那你可要何赏赐？儿臣无所求。哈哈，好一个无所求，便将祭祀大典交给你了，别让朕失望。多谢。最佳盟友，我要成全你的大志，你要助我得偿所愿。陛下让我主持祭祀大典，便是向满朝文武宣告看重我的信号，朝堂将重新洗牌，日后殿下的路便好走多了。雪堂才是皇祖母给我的最大的助力，其他的不重要。不要忘了今日携手共进的艰难，前路才能走得更加长远。哎呦，早知道赵小姐这么恨嫁，我们就不该逼人家说出再不入将军府的狠话。这下好了，下不来台，求求陛下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也是，你们京中小姐不都这样，抓着高枝不肯放，绞尽脑汁也要嫁进高门，还以为你多傲气呢，原来也怕嫁不了大将军，急吼吼的以势压人。宋小将向来不拘小节，并无恶意，冒犯到诸位小姐，云策向诸位致歉。赵小姐也不要仗着青梅竹马的情分逼得太紧，将军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，又不是你拴在院子里的狗，难道连与兄弟交好的自由都没有吗？雪堂，既然你已向陛下求了赐婚，我便不让你难堪了。只一点，弦音叔父战死沙场不过1年多，我已答应与他一起守孝3年。你我大婚只能推到1年后。什么？从前答应给你的聘礼，因弦音未嫁，我总要给他留一份，便也只能给你一半了。还有，弦音再无家人，将军府就是他的家，日后你当多让着他。不可能！不答应，那你就别嫁呗。恨嫁女，连逼婚都做出来了，生怕成了老女人是吧？烂嘴巴不会说话，打得好。非议父皇的旨意，蔑视皇家尊严。来人，掌嘴！谁敢？不过几句口舌，弦音大大咧咧惯了，并无冒犯皇家尊严的意思，还望三皇子看在本将军军功在身的份上，网开一面。有点军功就了不起了，血堂满门忠烈，双亲皆为我大楚抛头颅洒热血，最终马革裹尸。可你们又是怎么对他的？沈将军的心偏成了这般，若是你义父泉下有知，也该后悔从乞丐窝里捡回你这么个忘恩负义的东西。殿下有所不知，弦音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将士，为将军挡过剑，为我兄弟背过尸。便是云策半死不活的时候，也是他日日鼓舞陪他渡过难关的。他不像有些人仗着出身好，不知人间疾苦，只会锦衣玉食，一再欺辱于他。是吗？韩副将口口声声说京中小姐养尊处优，不知人间疾苦。那我便问问你，你们的沈将军带着宋弦音去沙漠赏月，被敌兵追杀，逃窜之时后背中了一箭，是谁救的他？哼，你不会说是你吧？哼，你不会说是你吧？便是你看不上眼的这些京中小姐们，将家族培养多年的护卫送给了你的好兄弟沈燕霄做死士。那一日，30名死士以肉身做盾，万箭穿心，才救得你们的将军和宋小将的性命。不过是意外，宋小将他也不愿的。一次是意外，那第二次呢？你那个拜把子的兄弟，若不是为了护主，偏要去采格桑花装饰帐篷的宋弦音，如何会被饿狼扑咬，死无全尸？他背着一副骸骨回去，就成了你感恩戴德的英雄。可你的好兄弟，是他眼睁睁看着被饿狼撕食啃咬而死的。那时候的他，正躲在石缝里捂着嘴，生怕自己被牵连呢。我不是。将军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。你不是说宋小将不拘小节，义字当头吗？他怎么会？形势所逼，与他何干？
该你了，云居师。你中了蛇毒，五脏六腑如火烧般生不如死。宋玄英鼓励你活下去，你就感恩戴德。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很难吗？你可知，你那3月未曾断过的金贵汤药，那些价值千金的药材，那些让10几万将士都不曾受冻的棉衣棉被，还有大块的肉干，有相当一部分是你们看不起的京中娇娇儿们，走上街头摇旗呐喊，挤进亲友后院，死皮赖脸的伸手讨要，甚至变卖首饰衣物凑起来的。可他呢，拿着本能救你的药去养他抓来的受伤虎崽子，差点要了你的命，他不该愧疚吗？是某狭隘无知，被蒙在了鼓里，求赵小姐接受某一礼。所以你早就知道了，为何你……我不会靠污蔑别人来涂抹任何人的功绩。大战得胜，你功不可没，但你这个人的人品，在我这里烂完了。我们接受的是最好的教养，受家国庇护，得父母恩泽，亦是满腔忠肝义胆。仅仅因为我们出身好，不像某些人一般往将军床上钻，便被轻蔑为目光短浅的笼中雀，我们自是不服也不认的。如太后娘娘所言，文臣武将皆是国之栋梁，男女之间不过分工不同，并无高低之分。轻贱别人，不过证明自己浅薄狭隘。沈燕霄多次求见，都被我拒之门外了。他见不到你，倒是让我时常能进你的院子，与你谈证据，谈用人，再谈这夺嫡之争，倒也不错。沈燕霄若能为殿下所用，便是极大的助力。可同样，若不得殿下所用，便是一把压境之刃。以你所见，是要我去与他交好，那不如让我杀了他一了百了。到底是小孩子脾气，有点情绪都放在了明面上。可你将来是要做大事的，心怀天下的时候，用人还能只看性格之长短，个人之恩怨吗？你还要我去讨好他，那这高位我不要也罢。说好的你会护我呢，怎还要我向别人卑躬屈膝求庇护啊？我没说让你去讨好他，只是让你看清局势。沈燕霄是棋子，不是对手。我不想看到他那张自以为是的脸。让我想想吧，总有办法让他为你所用，又不脏了你的手。不能太久，再过3日便要宫宴论功行赏了。不过他到今日都还以为你是在与他斗气呢。3日后，他若知道我要成婚了，新郎不是他，你猜会是如何情形？我不猜，我可以看。你还在斗气？今日陛下便要赐婚了，你躲又能躲到几时？你也18了，何须与一个15岁的孩子一般计较？他13岁出征，刀口舔血；我12岁长家尔虞我诈，他都忘了。上次茶楼前，你当众伤了贤姨名声，让他被军中将士们排挤。这军营是回不去了。三皇子又当众砸了他的脸，京中小姐妹都视他为笑话，排挤得厉害。雪堂，你自小便善良，能不能为了我，让贤姨与你同日入府？他那个性子不能被均着，便让他与你不分大小。当然，管家全在你手上，将军府也如从前一般由你打理。他肆意惯了，你不管他便是。一个无关紧要的平妻，你就当成全我。成全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好不好？雪堂，我说这么多，你听见了吗？可答应？都随你。你答应了？与我无关的以后，你想如何，都随便。我的点心呢？还以为你不要了。你辛苦讨来的，我当然要。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永宁侯之女赵雪堂娴熟大方，温良婚厚，品貌出众。太后与朕公闻之甚悦，特许配皇三子为妃，钦此。搞错了，怎会是三皇子？明明是我！陛下错了，雪航，快告诉陛下，圣旨搞错了。放肆！末将愿以军功相求娶，求陛下成全我与雪堂的两情相许。雪堂，你可愿意嫁给沈将军？臣女不愿。雪堂，你为何不愿？你忘了我们青梅竹马？你忘了将军大胜归来那日，我送还将军府一应物件时便说过，将军府我不会再踏足一步。将军不记得了？是不是他逼你的？他尚且比你小3岁，如何能靠得住？他一个不被陛下喜爱的无名皇子，怎比得过我一身军功？雪堂，休要糊涂！沈燕霄，当真自恃功高目中无人，封回再不济也是朕的儿子。大将军王，谁封的？不如朕的皇位让你来做。末将不敢，陛下明鉴。滚出去！朕怕会一怒之下杀了你。封回，你不负朕望，将祭祀大典办得尤其漂亮。朕从前看你年岁尚小，本欲让你贪玩几年，谁知朕的厚爱竟被人当作是父子无情。封回，你不负朕望，将祭祀大典办得尤其漂亮。朕从前看你年岁尚小，本欲让你贪玩几年，谁知朕的厚爱竟被人当作是父子无情。儿臣不敢，父皇的爱护，儿臣铭记于心。那便也别歇着了，明日起去户部，跟着户部尚书李大人清点国库与税收。儿臣遵旨。赵小姐，之前是我等有眼无珠，听信小人谗言，多有得罪，还请小姐责罚。若非小姐在陛下面前为我二人求情，我等今日怕是难逃重罚。此恩，云策铭记于心。二位将军言重了，你们对大楚的忠心，陛下看在眼里，我也一样。只是有时忠心也需用对地方。军师云策以5000兵力大胜敌方3万精兵，无论是依骑兵拖散阵容，摆名将将士火烧粮仓，还是兵分5路分割而食，皆要分毫不差。军师可谓用兵如神。赵小姐，过奖。韩副将，义字当头，爱护袍佑，我为将士们筹措军需之事，想必你也看在眼里。我与你们目的一样，都是为了让兄弟们能活着回家。这便是你的办法。你说他用兵如神，可你也谋心有道呢。所以不要辜负我哦，最毒妇人心，殿下要小心。不敢，我惧内。今日真是精彩，沈燕敖那张脸，恐怕10年内我都能记着。今夜之后，你我的路才算真正开始。户部是个好地方，也是个烂摊子，有的你忙了。有你陪着，多烂的摊子我都能收拾。殿下小姐，前面有人拦车。什么人如此大胆？背叛深入骨髓。住！等等，还与他废话什么？他今天丢的脸还不够吗？正是收买人心的时候。他方才被陛下打了无形的耳光，你再落井下石，传出去，众人只会说你心胸狭隘、毒辣无情，不能宽宥文臣武将，这对你以后没有好处。让我去吧，有些话必须一次性说清楚。别淋雨，
着凉我会担心的。就因为一碗酒，你跟我闹到如此地步，我只要你一个态度，不会真让你喝的。难道我还不晓得你喝不得酒吗？雪堂，我们的12年啊，你让我前途尽毁，被架空到只剩一个将军头衔，你怎如此狠心？事到如今，你不知错在何处，竟还在怪我。我问你，纵着他去两国交界处赏月的是你吗？30条人命被你们以夜探军宝为名尸骨无存，你为将士之首领，弃他们性命于不顾，你没错吗？唯恐行迹败露，让你那女兄弟背上骂名。你甚至美化她为救你性命的女英雄，连30具尸骸都未敛收。午夜梦回，你不愧疚吗？你勿要如此咄咄相逼。若那人换作是你，我只怕会做得更不留余线。我永远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去全自己的情爱梦。最后1年半的书信都是宋贤英替你写的吧？你甚至懒得看一遍，竟不知道他早已将你们的亲密关系告诉了我。你背他10几公里，抱着高热的他几天几夜，你为他一再放低底线。回京之前，你也做好了准备，酒后乱性，好让我咬碎银牙也维权体面让他入府，对吗？我没有。你有，都是我告诉他的，也都是事实啊。肌肤之亲而已，我们又不是没有过。你自己也说过很多副要给我名分的，现在你嫁给别人了，你娶我，不正好？我何时说要娶你了？不娶我，我肚子里都有你孩子了，你说呢？不娶我，你为何长跪不起，求陛下宽恕我？我们同吃同住2年，说没有肌肤之亲，你信吗？阿燕，我们孩子都有了，他怎么可能放着皇子不要来要你？自始至终最爱你、最离不开你的只有我。你我大婚之后，将贵妃的娘家侄女萧淑玉抬为侧妃吧。贵妃无子，最看重娘家，抬她入府，贵妃便是你后宫最大的助力。你很想我坐那个位置吗？你若不想，我们费这么大的劲做什么？过家家吗？都依你。将军，侯爷有令，不见客。东西，小姐说不必留了。擅闯侯府者，格杀勿论。薛堂，你我情分，你竟挽弓对我！薛堂，你我12年情分，你当真能下得如此狠手？我们的过去不作数了，话是你说的，我做到了，你当也做到才是。我大婚在即，你擅闯我闺房，实非君子所为。这一件是让你清醒，放下你的骄傲，学会尊重女性。若有下次，剑锋所指，便是你的咽喉。管家，去太后跟前为我求一批死士，从今往后擅闯侯府者，格杀勿论。他是真的不要我了。
雪堂姐姐，你要说今日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你会一辈子对我好。今日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雪堂，我会一直对你好的。那就喝了和林酒，做对真夫妻，早日开枝散叶。帝王之家的情爱当不得真，我只做他的妻子、皇子妃、太子妃、皇后，而不是爱人。陛下美子。万万不万！你是想当皇后，还只是想我们的孩儿当皇帝？都想。我选他时，他便答应要给我的东西，我不怕他会后悔。人是我拉拢的，事是我周旋的。他若有一心，大不了辛苦点，抱着孩子亲自坐上朝堂。你喜欢，我就都赠给你。殿下，娘娘，不好了！漠北得了我国布防图，骤然发起了进攻，大楚一连13城。可汗，我宋贤英献上的布防图价值连城，如今沈燕霄那个蠢货已经落入圈套，大楚边境指日可破。您当初答应我的事，是不是也该兑现了？宋姑娘乃我漠北的大功臣，急什么？来，坐下，先喝了这杯庆功酒。我要做您的王妃，还要您亲口许诺，攻下大楚后分我3座城池，给我一支3万人的军队，由我亲自统帅。一个背叛自己国家的无耻女人，也敢在可汗汗面前讨价还价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不过是献上一张真假未辨的图，就想当王妃，统领我漠北的勇士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我们漠北的女人，哪个不是在马背上拼杀出来的？你这种只会卖弄心机的中原女人，给我们提鞋都不配。可汗，这就是您对待盟友的态度吗？诸位将军稍安勿躁，你的功劳本汗记在心里，只是这王妃之位事关重大，须得等我军踏平大楚，用沈燕霄的人头来为你做聘礼，方能彰显我漠北的诚意，不是吗？宋姑娘，宋姑娘，将军有何指教？在我们漠北，没用的棋子，下场就是被折断。希望你的地图真的能带我们踏平大楚。珍重。这娘娘料事如神，知晓宋贤英要偷布防图，竟提前换了张假的过去。娘娘料事如神，知晓宋贤英要偷布防图，竟提前换了张假的过去。他那种人，不用点诱饵，怎会轻易上钩？诱敌深入，一网打尽，此计一成，大楚将得100年之安宁。娘娘乃大楚的救世英雄，乱世之中，为国为民的皆是英雄，
为着情爱置万民于水火，他才是当真糊涂。多亏军师与副将相助，否则那布防图如何能轻易被唤出？为娘娘效力，万死不辞。听说了吗？太子妃娘娘用一张假布防图，就把漠北10万大军给骗进了天狼谷。那可不，简直是当年的魏国夫人在世啊！咱们大楚有救了！太子妃千岁，大楚万年！听见了吗？全城都在为你那好姐妹欢呼呢。人家现在可是大英雄，而你呢，叛国贼，阶下囚。你说什么？赵雪堂，他做了什么？他设下的计谋，让沈将军在天狼谷全歼了漠北主力。你献上去那张布防图，从头到尾就是个陷阱。太子妃千岁！太子妃千岁！雪堂，我做到了。献上卿。陛下，该喝药了。雪堂姐姐，这辈子你还满意吗？为后数10载，夫君相敬如宾，从未红过脸。儿子清明睿智，不曾让我烦过心。前朝后宫都称我为千古贤后，风雨无忧，万事顺遂。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唯一的遗憾，便是7岁时那个捧着点心，天天叫我雪堂姐姐说要报答我的孩子，拿一辈子的乖巧顺从回报着我。直至今日，与他装了一辈子的我，仍不知他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我想要的已经得到了，一辈子在姐姐身边，圆你之高梦，得万民俯首称汉，如何不算圆满？好起来，你要好起来，多陪陪我吧。寒夜和亲的天下给皇儿，我们说好的一起去看看西北的雪、江南的雨和蓬莱的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都依你。